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节目开始，先欢迎来宾前资深外交官介文吉介大使。思敏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时事评论员王尚志尚志哥。思敏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干哥。主持人好，大家晚安。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赶快来关心在中东情势。今天我们要来特别关心到的是美伊现在正式进入开战的倒数。今天特别关注到是伊朗现在也在备战美军了，包括了现在集结的，据传达到了2000万来自于巴斯基民兵在做动员。另一方面，俄中会不会也在介入，甚至或许是在观战而已呢？中东战事一触即发，今天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3个火线话题，今天请来宾特别帮我们做解答。第一个，我们来看到是伊朗现在叫战，要打击可能最终攻击的目标就是美军的基地，而另一方面是真的已经要打起来了吗？因为美国跟澳洲已经在启动撤侨，从伊朗撤出来了。美军现在高度戒备，是否已经站在开战的门口？这是第一个问题。接下来我们来关心到是伊朗现在蓄势待发，准备了包括了2000万的巴斯基民兵，加上2000枚飞弹蓄势待发，和俄罗斯恐怕在这背后帮忙撑腰吗？伊朗有没有能力可以打击美军跟以色列呢？最后来看到的是，如果真的不幸开战了，双方开战，那么中国跟俄罗斯的角色会是什么呢？会出手相挺吗？还是冷眼旁观？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次的来做全面的解答。赶快来看到这个是来自于伊朗的最高领袖哈米尼放话了，他在社群平台上面特别注意到是以俄语来警告华府，他说你的态度已经严重的失算了，过去美国你就因为误判受挫，未来你也将会因为错误的计划导致你再度的失利。而他这次特别使用俄语，也被专家分析说是在显示伊朗正在快速的向俄罗斯靠拢当中。另一方面，伊朗的国会议员也开始警告美国了，如果你真的敢做军事上面的干预，那么包括你在中东的基地还有船只跟人员都会成为我们伊朗攻击的目标。这是来自于议长的最新说法，他说会让美军遭遇永生难忘的教训。是不是真的已经进入开战倒数了呢？我们从几个迹象来特别做观察。首先来看到美国跟澳洲的领事馆已经开始做示警了，空域随时可能要关闭，所以呢紧急发布了撤侨令。另一方面，白宫现在也发布了一个动员式的一个贴文，大写的字母是写着说：愿上帝保佑我们的军队，愿上帝保佑美国，而我们现在才正要开始，这是第二个迹象。再来看到是五角大厦的披萨指数也现在不断的浮动，甚至是飙升当中。分析指出了，这是在美国在这中东地区的部署。他说，美军在卡达的乌代德空军基地这边已经部署了这一些先进的战机，搭配战舰，随时都会可能对伊朗地区发动空袭。而川普另外一方面，除了在军事上面喊说要介入之外，在经济上的制裁也正式的展开。他说，跟任何有伊朗商业往来的国家将会被课征25%的关税，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税也被专家嘲笑说，是不是你川普无计可施，所以只能打出关税战呢？我们也要来看到，伊朗也不是省油的灯。现在美国祭出了各种的军事武器，在做准备的同时，伊朗在军事上面的准备包括了他声称拥有2000万的民兵正在动员，这个是巴斯基准军事组织，准备要来镇压这些抗议的群众，并且把这个矛头也对准了美国跟以色列。另外还准备了2000枚的飞弹。还有就是伊朗的国防部说啊，不只是他们自己内部有足够的武器，甚至现在还传出有量能可以做出口。他说，接下来其他的国家可以透过加密货币来跟他们买武器，而可以买伊朗的武器，包括了伊朗的导弹、伊朗的无人机，还有它的战舰，还有短程防空系统等等。而俄罗斯在这几天也被发现，他不断的往来德黑兰，是否在暗中援助伊朗呢？被拍到他的运输机不断的在这个德黑兰的附近，被猜测可能就是在提供军事的援助，或者是为最高领袖在撤离上面来做准备吗？我们今天看到伊朗不管在军事、经济、外交上面都已经开始做准备了，而美国另外一方面，除了动武可能接下来的动武之外，
制裁也在进行当中。所以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干哥了，伊朗这个快速的动员，还有包括它的军事武器都准备好了，还透过俄罗斯取得一些技术，代表它已经准备要对美以正式的发动攻击了吗？如果战争真的爆发，中东地区的安全会如何发展？伊朗真的有能力打败美国跟以色列吗？干哥怎么看？好，伊朗跟委内瑞拉情况完全不一样，你没有办法斩首，你也没有办法活捉那个哈米尼。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一个封闭的世界，也就是说，他们是一个坦白讲，这个回教国家、伊斯兰国家，他们的那个防卫跟他们的一个保密的系统其实是蛮健全的。所以说，你如果美军或者 CIA 他们要得到先期的情报跟资料的建立的话，老实讲一句都蛮片段的。所以这次我觉得川普在下手之前，他要考虑再三。去年6月他用 B2 轰炸机解决了一些伊斯法罕的那个地下核设施，那是用空中武力做得到。但现在你遇到的是伊朗的情势动乱，它已经衍生成为全国性的暴动。根据国际人权组织的看法他们的统计数字说，可能死亡人数已经上千了。但是我们就是国际媒体没有办法进到现场去理解真实的情况，我们只听到很多周边的报道。那伊朗官方是说已经死了100多名安全部队，那你可以向上推的话，那平民死亡的应该是在这个5到6倍，所以我们认为是500-600人的平民死伤，这是可以被预估的，可以被接受的。可是如果说你美军想要直接去干预伊朗的内政的话，我觉得可能性不太大不太大。为什么？因为那个就必须是要出动正规部队才有办法做到。好，那我们现在来看，有人说美国在波斯湾、在中东当地现在没有航空母舰怎么办？不要多虑没有航空母舰，我们还有这个 B1 轰炸机跟 B2 轰炸机，再来我们还有核子潜艇。为什么呢？我们可以对针对性的目标可以发射战斧巡弋飞弹，这是美国的强项。也就是说，精准打击。什么叫精准打击？外科手术式的精准打击伊朗的就是说那个宗教政权的最高的指挥部，也就是说哈米尼他的住所或是他的开会的地点以及革命卫队这些将领所群聚的地点，这些资料美国全部都有。一次打击可以产生什么样的效果，端赖美国情报的准确无误与否。所以说，你既然美国在地中海上或者是在波斯湾上现在没有航空母舰，那并不代表美国就不能够出手干预，因为美国是全球的力量。所以就算是航空母舰上面的战斗机也没有办法飞那么远，因为从亚丁湾、波斯湾飞到伊朗境内再回来已经1000多公里了，这是战斗机的极限。所以需要轰炸机来做。美国最有可能就是出动 B1 结合 B2 两种飞机一起来对点式的精确打击，这是最有可能的。不然就是在海里面的，你根本找不到它。核子潜艇直接发射战斧巡弋飞弹。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伊朗自己本身的防卫力量。伊朗还是跟委内瑞拉一样，它有 S-300，甚至有 S-400，俄罗斯最精锐的防空武器。那但是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下，伊朗空军可不是三脚猫伊朗空军从巴勒维国王时代就非常有名。大家还记得1980年到1988年的两伊战争，伊朗空军打伊拉克空军两伊战争，那根本就是摧枯拉朽。伊拉克空军根本不是他对手。为什么？很重要的就是因为伊朗空军在40-50年前是美国人训练的，它是由美国训练的，所以现在它还保有 F-14熊猫战斗机，大家相信吗？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捍卫战士》那部电影里面，伊朗怎么样，他都想办法保存下了 F-14熊猫战斗机的战力。虽然现在大概只剩下50架，因为当初买了80架，然后伊朗还有很多美式装备，到现在还能用 F-4幽灵式战机、F-5战机，现在都能够用。所以大家就想说，原来伊朗是这么强的国家，对他的空军飞行员非常优秀，他绝对不是马杜洛的那个空军完全不上来迎击就垮掉的那种空军，
所以大家要知道，伊朗的空军非常强，但伊朗海军只有炮艇式的那个飞弹巡逻舰而已。那伊朗陆军的话根本不存在，为什么？因为他现在就是用了这个叫做巴斯基民兵啊，他们现在坦白讲一句，他们没有养一支陆军，因为他们都是靠民兵。那伊朗其实他真的拥有的陆军叫做革命卫队，对，啊，他革命卫队的人数不超过10万人，那所以革命卫队其实老实讲，那是一种象征性保护什叶派政权的一个兵力而已。那但是真正的实际的作战能量如何呢？其实外界不知晓，但是我们可以理解，就是说，大概这个伊朗的陆军啊，没有办法跟现代的先进国家的那个国防武力来相比较，因为他们都非常封闭，而且不跟外界交流，所以他们的资讯坦白讲一句，都是我们外界很难知道的。那所以他这次靠那个巴斯基民兵呢去镇压这场活动，听说杀害了很多无辜的人民。那这场暴乱是从2022年那个叫做艾米尼的一个22岁女学生引发到现在。讲一句实在话，为了一个女学生她没有包好头巾而引发这么大的动乱，其实我觉得对于伊朗政权而言，那是得不偿失的事情。但是我认为说，川普现在已经想好了计划要发动。我的感觉啊，就是我个人的观察，这几天就会进行很大程度的军事干预，而这个军事干预呢，可能会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美国可能要下定很大的决心去做这件事情，才能够达到他在委内瑞拉树威之后，又在伊朗创造一次美国奇迹的美国胜利。对于川普的未来的连任他想要再连任，到底行不行呢？我看就看这一役了。好，中东战事一触即发，有没有可能伊朗成为在继委内瑞拉州川普下一个就即将要拿下来的地方？因为刚刚干哥也提到说，伊朗的空军特别的强嘛，那其实伊朗现在也在打一种心理战，甚至先发制人，他想要先攻击，在美军先攻击前攻击美军基地，是否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如果真的遭袭的话，美伊是否会跨过战争红线？大使又怎么看？美国如果要对伊朗进行攻击的话，那一定是这种定点打击，然后呢是重要的这个战略，或者说的目标，包括人，除了这个核子基地然后重要的这个飞弹基地之外，要不然就是针对现在的这个最高领袖哈米涅，或者说是针对他的总统佩德西奇扬。那这些不是那么容易，那可是问题现在美国就一直在给他出兵找一个理由，看起来他是找到理由了。因为川普在前几天他就说，你如果伊朗你开杀戒的话，那我就要动武了。那现在呢，这个到底多少人死不知道，这个我看这个有各种数目BBC 是2000人，而且 BBC 把它讲得非常恐怖，说医院里面那个尸体都叠在那个地方，而且呢，我这些家属去找到尸体的时候，每一具尸体还要花钱赎回，那是人间炼狱，那可是问题又有美国的一个比较受到，就是说其他的 NGO 比较有公信力的。我不是说 BBC 没有公信力 ，BBC 前一阵子被抓到拿美国 CIA 的钱嘛，对不对？那他这个就是说，这个美国有一个人权活动家的一个新闻社，他给出一个详细说，他说死亡人数538人，那么被捕的人数有1.06万人，那外界一般说这个数目比较可靠，那你要知道这个是伊朗全国，伊朗有多少人口你知道？9000万人，而且伊朗的国土有多大？伊朗的国土跟我们中国的新疆几乎一样大，160万平方公里。我们新疆是166万，伊朗就160万，是。所以呢，它有30几个省，所以说有一半省份都陷入了动乱有动乱发生。那可是呢，德黑兰最近有人住在德黑兰的这些外国的侨民。现在发回来的消息就是说，超商、银行、政府部门正常营运，然后呢，基本生活物资供应稳定，没有大规模抢购的情况。那我也看到大陆这个相关媒体报了德黑兰的街头，
还是上班时间街上都是车子？所以一个国家发生动乱，你可以找到点，因为西方的媒体拍出来很多大规模的抗议啊，纵火啊，爆炸啊，对不对？然后拿这个巴勒维时期的国旗拿出来，对，然后还有这个伊朗的国民军，2个国民军把这个巴勒维的国旗在地铁车站展出来，这些在西方的媒体里面，哇，广泛疯传。可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它是不是很普遍？不过事实上，伊朗是已经到了一个危机点了，因为1月8号当天，伊朗的这个政府下了一个决定，叫断网。断网，甚至电话通讯都断了以后，看起来整个情势立刻就平稳下来了。那个时候，很多内部的这些在这个在抗议的团体向外界反映说，请你们赶快叫马斯克打开星链计划。对。然后那个也外传星链计划的地面接收器马上运去了3到10万个，可是呢，后来又传出来说，没想到伊朗的这个电战能力那么强，居然把星链计划都把它屏蔽了。所以呢，事实上的话，现在这个情况看起来，伊朗的动乱，起码西方要不然是找不到新证据，要不然是没有消息传出来，看起来好像态势比较平静。不过原因是什么？因为这是一次经济引起的，它缺乏有组织的政治团体，或者宗教团体在后面做长期的支援。所以呢，只能说美国失去了一个出手的机会。那是不是还可以找到机会呢？那伊朗已经强烈反映说，你打我就反击。对。那现在就看川普打不打。是好，如果说川普接下来真的打的话，那接下来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它的角色又是什么？会支援吗？还是袖手旁观？那像这个又怎么看？我想这次其实之前的动乱当中也查出说有一些枪支火药，那这个部分在伊朗那么严格管制枪支的环境，还有宗教教义的地方，无疑的一定是外来力量，那么也开始要介入，想要浑水摸鱼哦。如刚刚大使前面所讲的，这可能当然也是前阵子美国或川普表达他要对伊朗动武，如果不是内部动乱的话，单单就先前以色列跟伊朗之间、跟美国之间的这个军事性的部分东西，其实恐怕不见得是有很好的机会。所以我们看，其实这次确实在伊朗历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空前危机哦。那到底能不能怎样？到底会不会整个伊朗崩解？当然，在欧美的媒体里头都在看谁，哇，你要崩解掉了。但是现在看起来，伊朗还是有透过刚刚前面所提到的这些技术性，因为所有的这些的混乱都是扩散。所以，当你网络真的一断了之后，你根本就不知道别人在干嘛，你连自己的同路人你可能都没有办法联系上，所以这确实是釜底抽薪的这一招。不过，我们还是看到说，这个东西你说能够解决吗？我不认为，因为要知道这次的动乱它太深沉了。它是从民生最核心的东西，因为被制裁太多年了，伊朗的社会里头，它的货币贬值到难以想象，所有的东西贵得离谱。他们现在讲说，普遍来讲，一般吃肉的部分，从每个礼拜可以吃2次到每个月吃2次。那所以这里头包括它的货币的一直改变，所以这种民生核心的崩解，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处理，现在只是暂时的止缓而已，它并不会就平静了。因为要知道，这一次还包括伊朗整个产业的坍塌，因为你的石油各方面的出口都没有办法卖钱，因为被制裁了，不止石油都被制裁了，所以产业其实是这一次企业界是最早出来上街头抗议的，然后民众各方面加入，后来甚至连政府的工作人员也都加入。所以这个东西我们看到，伊朗其实在先前经历以色列战争，按照道理，民族主义会让大家摒弃里边的那个问题，不是吗？但你会发现这一次竟然没有哦，而且穆斯林的这个军事宗教性的控制或者这种把持，其实这一次也坍塌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只能说暂缓，但这种核心的问题没有解决好。中国、俄罗斯呢，他当然不可能袖手旁观，但是他能做什么做的有限。因为中俄对于对先前对以色列的部分支持，它就是大国的支持，政治、军事、经贸的支持，碰不到民生问题啊。相较于过去美国来说，美国就是跟伊朗敌对，它的情报战，它就是深入基层、民间、学生、企业各方面，在里头煽动。那川普现在虽然没有像过去美国之音已经被停掉了，没有办法接煽动，可是伊朗已经是自己内部到这样子的地步，所以中国跟俄罗斯这次会感受到，如同委内瑞拉一样，大国友好的合作，通常友好的关系、情报战。
做的就不会像美国敌对的关系情报战做的这么细密，所以支持的程度对于民生社会，中国俄罗斯就碰不到，碰不下去。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一次伊朗跟委内瑞拉会对于中国跟俄罗斯整个它的联盟关系，包括情报的核心，我认为一定会重建。好，谢谢尚志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关心川普国王被打脸。今天要来关心到的是美国的石油巨头呢，现在说呢，他不想要去投资委内瑞拉在这个地方哦，觉得他这边的形势还是相对的不稳定。那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到加拿大最近动作很多，总理卡尼呢在这几天即将要访问中国大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突然间破冰呢？传出现在中加要联手一起对抗来自于川普的霸凌吗？今天这些议题一起来做解答。好，今天3个火线话题，我们要来一起关心到的是川普他自封呢是做了一张 AI 的这个生成照片，他说是委内瑞拉的总统，难道这是要秀出他在拉美帝国的这个美国的帝国也要形成在拉美帝国的一个秀能够成真吗？第二件事情，今天我也来关心到的是，当川普一直要这些石油巨头来自于美国的巨头去投资委内瑞拉的时候，但是这些巨头啊是宁可得罪川普也不要去，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最后来看到的是川普下一个紧盯的目标会不会是加拿大呢？因为总理卡尼拜访习近平，难道要一起联手对抗川普？而卡尼另外一方面也是要求自保吗？今天就有这些议题会一起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这张社群平台上是川普自己发布的这个分享了一张 AI 的生成图，那他这个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维基百科，那他就在上面标注说他是委内瑞拉的代理总统，时间也写了，就是从今年的1月份开始，元旦他就已经在委内瑞拉在位了。目前呢，这件事情被显得特别的讽刺，就是因为他现在呢正在跟委内瑞拉真正的代理总统是有所合作的，这个代理总统是罗德里格斯哦。那另外一方面呢，15日的时候呢，也会在白宫会见的是美国的反对派领袖，这是同时也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查多。外界就在看说，那接下来到底委内瑞拉的总统会是谁？难道会是川普自己吗？还是呢这个反对派领袖马查多？还是目前的真正的代理总统呢？哪一位会是真的？那这一场川普在这边的拉美帝国梦能够成真吗？因为现在他也希望卢比欧去当古巴的总统，大使怎么看？那川普是自己过干瘾了，对，这个有点幼稚。你是委内瑞拉的代理总统，那你就去加拉卡斯上班啦。对啊，对，总统府在那边，你去那个总统府宝座坐一坐看嘛，你看你敢不敢进去？你进去以后，你敢不敢坐那个位置？人家让不让你坐？所以呢，川普其实某种程度来看，就是说小打小闹可以，他不敢大打大闹啦。你这个花了那么多功夫150架飞机，你也不过就在那边打了2个小时就跑了，抓了人就跑了。那你有种你就留在那边啊，你就把你的陆战队起码把那个总统官邸你先控制住啊，敢都不敢啊。现在这边讲大话，然后呢恐吓真正的委内瑞拉宪法所怎么样程序所指定的现任的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人家是完全符合委内瑞拉现行宪法的程序跟正义原则，是有合法性的总统。那人家现在在委内瑞拉总统府上班，你只能恐吓他，跟你恐吓马杜罗一样。那你要跟我合作哦，你不跟我合作，你下场比马杜罗更惨。那个罗德里格斯只要聪明点，没有刺激一下川普，心里就想，那你就来啊，你来第2次试试看。你上一次你 CIA 这些布局收买了那么多人，也搞了4个月啊。你现在我不住在那个基地了，你去再复制一个基地看看。我现在罗德里格斯住的地方比上一个更安全，你拿我没办法。你们再来一次。我前2天看到这个一个媒体委内瑞拉的民众上街抗议。我告诉你，
那个是所有街道完全挤满了，通通都是支持现在政府，而且是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的。那个街道集礼场全部是满的，情绪非常高涨。所以呢，川普不敢面对的是，他去掳走了人家的总统以后，现在委内瑞拉上下空前团结，然后呢同仇敌忾，你激起了委内瑞拉老百姓的什么爱国心，然后呢荣辱感。委内瑞拉也不是小国委内瑞拉有90万平方公里啊，对不对？对，这个国家你要不然你就派部队去，所以呢你自己搞个 AI 生成照片，这不是小孩子的玩意吗？哪像个堂堂的美国总统的作为？是。那另外一方面，说实话，那个马查多没有错，他需要去华府去访问。你知道川普接受记者访问他怎么说？他说：“我听说他上个礼拜，他下个礼拜要来，我期待和他打个招呼。”他连马查多他都不敢接待，因为他怕得罪罗德里格斯，因为他现在有什么？人家无欲则刚，他满脑子欲望，想要人家的石油，想要不靠兵力骗得人家石油。现在说实话，美国的石油公司他都骗不了，还骗委内瑞拉。确实现在这个美国的石油公司，即使川普不断的说服他们要去这个委内瑞拉去投资，但是呢，他们是拒绝的。尤其是这些石油巨擘，特别是2家，川普希望他们投资1000亿美元去当地投资，但是我们看到拒绝川普的，包括了埃克森美孚执行长直接出来说了，他们在委内瑞拉的资产曾经被没收过2次，他不想再被没收了。他认为当地的法律跟商业框架都是有问题的。第2位是康菲石油的执行长，他也说呢，美国的这些能源设施是需要做修复的，而且这个金额是要数十亿美元，我们需要这个银行业你帮忙做融资啊。但是现场的银行业都没有出声，没有人想要去当地投资，所以呢，川普就不爽的放话，他说我不喜欢埃克森美孚他的这一种太过精明的回应，他暗示要把他踢出美国的投资名单当中。委内瑞拉的石油品质到现在其实相当的不稳定，但是蕴藏量大。即使是如此，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些投资的这些石油巨擘，还是宁愿得罪川普，也不要去当地投资。原因是什么？上志哥怎么看？哇，对于委内瑞拉的这个石油，大家在所有的讨论中，基本上就是说，哇，全球蕴藏量最高17%，比这个沙特阿拉伯沙特还要多。然后呢，大家就在讲，然后而且说有5000亿桶可以开采。但各位要实了解，委内瑞拉的储存是1兆桶以上，很惊人。但为什么只有5000亿桶能开采？所以其实这里要从另外角度，不只是委内瑞拉的政治不稳定，这些投资环境不合适，还是要从石油产业跟石油专业来看这个地方到底适不适合投资。我觉得埃克森美孚这个伍兹是聪明人，他这个大白话，而且我觉得他也不在乎被踢出黑名单，他觉得这样太好了。其中最大原因是什么？因为委内瑞拉石油严格来说，在全世界石油界都知道，其实品质非常差吗？或糟，可以这么讲。主要是因为我们都知道石油是可以原油很多种，原油会被提炼成汽油、柴油、煤油、润滑油和甚至还有沥青，大家都知道。但这个提炼的过程没有错，石油如果你开采出来，你可以还有化工工业，像我们台塑以前做很多塑胶相关的东西，跟石油有关，听起来都香饽饽。但问题就是你得要好提炼啊。现在全世界都知道，最好提炼的应该还是中东以沙特那边的油，所以最受欢迎嘛。因为它的油就是轻油，在石油界有一个指标叫做 API， 这是指石油的浓度跟密度以及里面的杂质。什么概念？就是说数字越低越糟，越浓越稠。委内瑞拉石油是什么概念啊？它的 API 是12.3，这么低这么稠。而我们随便讲委内瑞拉另外一个地方的石油，或者是说包括沙特阿拉伯，它的这个 API 是131.9。你们知道是又浓又稠，很多人说要沥青，所以你单开采浓浓稠稠，你要运送这些石油，运送你就要加一些石脑油，才能够稀释，才能运送哦，否则你连运都运不了。而且提炼呢，委内瑞拉石油最可怕的是里头含硫太高了，所以石油界中说是酸油，你单用氢跟那种脱硫剂，你要投更多的成本，更不要说都知道委内瑞拉其实矿产不是很多吗？都知道还有很多矿，所以它的油里头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比如说
说镍，比如说钒，这些你要花很大力气才能提炼，否则这些都很难用。所以为什么中国大陆能做？因为中国大陆稀土提炼能力很好，所以他才后来再继续做这些提炼。其他国家为什么不动？因为你要投资更多。美国这些石油巨商，他们都是油很好，我拿来简单弄我就可以卖了。我要投那么多成本，我又不是头壳坏掉。所以大家一定要理解，在整个委内瑞拉石油，除了政治，当然川普就觉得哇，那么多油都可以为我使用，该多好。可是里面的油，嘿，老天爷就是让你以为轻易可以拿到，但没有那么容易就能够轻易提炼。好，川普首先拿下了委内瑞拉，当然想要拿下当地的这个石油的大单，现在碰到了许多的问题。那先是拿下委内瑞拉，他现在也放话，他说他要拿下格陵兰嘛。其实现在还有一个国家非常的紧张，就是美国的邻居加拿大了。加拿大为了是不是要自保呢？因为最近这个总理卡尼的动作很多，今天他就正式的启程了，要展开为期5天，他人呢跑去了中国大陆，要来见习近平主席跟总理李强，根据了解，他们会讨论包括在贸易、能源跟国际安全上面的问题。这一次被视为特别重要，因为已经时隔9年，上一次拜访是在2017年，中加2国再次的聚在一起哦，这是首度的访华啦。那尤其也是在2018年，当时发生了孟晚舟事件之后，这一件事情，他这一次访华可以被视为是中加一个破冰之旅。那现在网络上面有一个谣言，就说这个卡尼他访问习近平。除了谈一些经济安全之外，是不是也为求自保呢？根据了解，卡尼已经关掉他的手机定位，免得成为川普的下一个抓捕的对象。因为川普曾经说过要并吞加拿大，成为第51州。干哥怎么看？这是黑色幽默啊哈，就是大家说，卡尼你关闭手机定位哦，免得你下次又被川普的安全部队给抓到。对，好，那我们听这种幽默，就是说，就是讽刺说。川普这个人霸道不讲理到这种地步，加拿大是你的铁杆为什么个铁杆？你知道到现在为止，加拿大每年的贸易量85%是跟美国只剩下15%是跟世界上其他国家，因为他们就在一起嘛，对不对？然后加拿大的石油97%输往美国，所以你就晓得，在这种情况底下，你说加拿大是依存美国吗？其实也对。也对，但是呢，你讲到主权的话，我今天讲一句实在话，因为这种东西不是说一厢情愿可以做到的那所以卡尼这次睽违9年来没有去中国大陆拜访，那这次去了，听说还要见李强啊，还有习近平等人啊，对不对？他要见很多人。老实讲一句，他这次去其实意义很重大，因为从2017年。杜鲁道去过以后就没有总理再去过，那因为隔年发生很大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孟晚舟竟然在加拿大被捕，被谁捕？不是被加拿大抓的，是加拿大受美国司法部之请把他抓了。抓了孟晚舟之后，2国就陷入了，然后马上就引起了一堆报复，一抓加拿大的那个油菜籽就完全没有办法输入中国大陆了，然后。大陆也对加拿大课征很高的关税，100%。那加拿大一开始也对中国的电动车加征100%的关税，就这样，其实2国的关系紧张了很多年，而且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克服。那为什么？因为加拿大普遍受到了这个美国的钳制，所以说他的外交政策是施展不开。川普完全吃死加拿大，他从他第一次上任。2017年、2018年，他那个时候就已经讲，你们就成为我们一省嘛。我跟你讲，不然的话，我跟你讲，依据美加墨那个关税协定的话，我要课征你们25%到50%的关税。如果你今天成为美国的51州，1毛钱都不用出了，不是很好吗？对不对？好，我现在跟各位讲，就是说，因为有一个省大家知道以前魁北克跟加拿大政府不是闹了很久的独立纠纷吗？对不对？现在不是魁北克。现在是亚伯达省，亚伯达省是一个产业省，他现在跟这个美国眉来眼去，他希望一个公投说我们希望能够成为美国的那个一个省这样，那所以川普现在用尽方法，他把加拿大开始分化，说你们真的应该加入美国联邦，成为美国联邦之后，对你们的居民真的有好处。这个手法如出一辙，就像对付格陵兰的居民是一样的。
美国不太可能会军事侵入，但是美国光是鼓起如簧之舌哈，我看到卡尼啊这次去中国访问之后，能不能带回一些成果，然后他才能够抵抗美国的步步入侵呢？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2026年中国大陆这一回亮出它的稀土定价权的一个王牌。那 G7 开始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结果，他们是慌张了，现在聚在一起讨论要来设这个稀土的价格底线。那另外一方面呢，日本则是不断的祭出它的深海的豪赌，在这边要挖这个稀土矿。不过呢，会不会沦为笑话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注。2026才刚开始，我们要来看到大陆现在呢亮出它的今年的第一张王牌，正式宣告呢，稀土价格武器会成为它的一个王牌战。因为呢，我们要来看到1月9号正式上线的这个是中国的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在这边它有了一个全新的稀土价格指数，也全面的上线了。指数涵盖的范围包括了许多的稀有的稀土，不管是从蓝到钋到钼等等都是。那涵盖的这些范围包括了每日的成交价、单周的价格指数，还有单月的价格未来预期。现在可以看到股东的结构也相当的完整，一共是13家来自于中央跟地方企业一起来出资的。所以呢，可以看到包括了这个北方稀土啊、中国稀土等等企业都涵盖在范围当中。所以可以看到中国从这个原料开始掌握源头，一直到加工，甚至现在还掌握了整体这个定价权的垄断，被视为是稀土3大步骤的大战略。等于掌握了全球的话语权吗？它未来可以做一个官方的定价锚吗？上次哥怎么看？哇，2026年如果对全世界资本圈来说，这个中国大陆推出这个稀土的交易所，真的是震惊四座。而且要知道，这个美林高盛啊、包括野村都没有掌握到前面有任何迹象信息。所以中国大陆真的是有备而来，而且推出这个东西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它其实是一个整体，得是凭空出世，在沙漠中广大的资本沙漠中，它萌生个绿洲啊，所以会很吸引到很多人关注，甚至会投入。为什么这样讲？中国大陆为什么这么做啦？首先我们先来看，首先在整个稀土来说，它基本上在长期从这2年被视为是中国大陆的国家政治操控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就有很多东西对于一个中国的指责，而且有很多的怀疑、很多悬疑，很难相信。现在下放到一个市场机制，所以当你有个具体的交易所，都是电脑在交易，也有监管的部分的体制的时候，它会从国家控制变成仿佛是市场在流通哈。第二个部分是各位要知道，稀土管制成本对中国很高，你抓大放小，抓小放大，整个政府部门里头有多少人做这些事情，海关都累死了。所以当它变成个市场交易的时候，就是第3点。一旦完成这交易所的时候，因为价格会清楚，因为流动清楚，所以它就反而变得相对透明。什么意思？谁买，谁在操作，谁在卖，这些东西的所有的需求会因此就不用中国大陆用情报系统去掌握了，市场都追踪得到，而且秀的实力就让你看到13家，大家都不知道稀土是谁，这13家变全世界最厉害的13家公司，所以可以拉抬整个在稀土产业的市场性。所以在这里我要注意，中国大陆最近有整个大的结构，包括黄金。那其实对资本投资有概念的时候，其实这整个概念是什么？是学伦敦金属交易所。我们知道 LME 伦敦交易所它已经发展了上百年了，它当时其实就为了不锈钢材这件事情，所以它金属交易包括了铜、铝、镍、锌，包括铅、锡，主要这2个。后来金跟银也可以交易，所以它掌握了这个权利。伦敦很厉害哦，当时连伦敦老它什么概念？它就是做期货交易。在这里，大家买3个月之后的去预测那个价格再交易，然后呢又有期权，你买不了矿，你买它的权利吧。还有伦敦最厉害的是，也可以在伦敦交易。我因为过去曾经有这个长辈带我这个操作一下镍矿哈，所以我完全了解过程。伦敦的厉害之处就包括我比如买了1吨的镍。
我是可以真的交易，然后在伦敦做矿物提出来。中国大陆现在正在进行的，比如说像黄金，黄金可能放在上海，但它的交易像香港未来会成为黄金另外一个新的交易所。你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现在要挣脱全世界对它的各种的资本结构制度的控制，它开始长出自己的结构。黄金可以猜测它要平衡别人，平衡美金，但稀土这是中国大陆的绝对权威，令人侧目，也值得关注下去哦。好，所以看到稀土正式的进入在中国大陆的这个交易金融市场里面，那被视为是稀土界的上证指数哦。所以呢，我们看到欧洲国家看在眼里，现在可紧张了。包括 G7 的财长，赶快呢就说，我们现在赶快聚在一起吧，讨论一下现在到底该怎么做呢？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一位是 G7 的财长，他在华盛顿这边召开的紧急会议，直接点出了财长贝森特的心里话，就是说，赶快吧，我们一起设立所谓的稀土价格底线。不要被中国大陆给完全掌控了。但是现实是 G7 他们其实矿产需求非常高，全球的话他们就占比的大概达到60%。但是讽刺的是，包括了说这个稀土他们拿不到货，没有加工配套，又没有成本优势，到底要怎么去掌握这个定价，跟中国大陆来比拼呢？大师怎么看？对，因为你要掌握它的定价的一个权利哈，你前面要有2个先有的基础。刚刚也提到，就是说，第一个，你要原料你要垄断；第二个，加工的技术你要垄断。对，那所以这个东西你才有定价权的垄断。那也就是中国建立一个市场，这个市场用市场机制来决定这个价格，也就是中国本身的13家或23家稀土产业之间的这个价钱这个相关的产品的价钱它透过这个交易市场这个市场机制先做一个整合，那你这个价格出来以后，你外面可以不冲了，不冲你就到别的市场去买了，对不对？你一定买不到这个价钱。那也就是说，我有这个价钱，我有这个定价权，原因是因为大部分的怎么样，这个所谓的这个加工的垄断在中国的手里，尤其重稀土的加工，几乎90%以上是中国大陆。那你原料，中国大陆不见得是完全垄断，可是呢？那也已经说是大部分中国大陆可以控制了，那问题就变成你的加工垄断是中国大陆。那所以你这种重稀土的话，那中国的市场机制决定了一个中国所有这些出产稀土国家，大家都照这个指数来定价的话，你想到中国来这个在中国的不同市场中市场的混乱价格中你捡便宜那个是捡漏是没有机会了。那更不要说外面中国市场外面。这一些还有的这个，比如说澳洲的或者说美国还有1-2个这个稀土工厂，你只有跟着中国价钱走，因为它绝对没有办法跟中国的产品做什么，做这个竞争它的成本一定高于中国大陆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说，中国大陆抓住这个机会把整个一整类的产品抓到自己手里来定价，这个是一个在中国在全球性的竞争里面那掌握了一个先机，也掌握个优势，所以呢，我觉得第一个把中国市场自己本身先整合起来，联合起来，这就很重要。中国市场的中国厂商彼此大家怎么样不恶性竞争，大家都怎么样顾及彼此的这个。做一个底线的一个要从市场机制里面做出一个指数出来，对，你就不要乱定价了。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就变成必然会成功。那等中国大陆掌握了定价权，那将来即使是西方很多国家，它在生产的过程中在取代中国的稀土一定他们会有越来越多的稀土。可是呢，他们已经把定价权已经交给了中国的手里面将来要跟中国竞争的话，会更加增加难度。好，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大陆掌握了这个定价权之后，不只是欧洲国家紧张，其实另外一个国家，东亚的日本也非常的紧张，因为中日关系先前陷入非常紧张的气氛，所以中国大陆不是对这个日本加强在居民两用的这个物资出口管制吗？这当中就包含了稀土，那所以日本呢，他就要自己想办法看看能不能自己来开采稀土，于是他们就是在这个南辽岛深海稀土这边来做开采，但是现在其实我们画面上可以看到，它也面临到了许多问题，不管是它的稀土矿
晃船水深的问题，或者是它这个大规模稀土泥浆开采的技术挑战，或者是它的成本都甚至最多比大陆高了数十倍，等等都有非常致命的问题。再来就是确实中国大陆掌握了90%以上，从稀土的精炼一直到加工等等，就连唯一可以帮忙日本的美国，它的这个唯一的稀土矿，加州的这个轻稀土矿，80%都还是要运回中国大陆去做加工。那日本这场豪赌到底能不能成功？干哥怎么看？好，我们先不说到底能不能成功，我们要先看它到底要在多深的海底去挖稀土矿哈。这个其实是在多久？4年以前啊，日本的海洋研究机构 JAMSTEC 这个机构它发现了，说在小笠原群岛那里面的南鸟岛啊，小笠原群岛距离东京2000公里，很远啊。但是这个就是偷袭珍珠港当年日军联合舰队的集结地。这个地方的水很深，这地方是专门供应就是大型军舰啊，准备开拔往前进，而且那边的天气在太平洋里面算是比较好的一个地方。所以小笠原群岛其实老实讲一句，日本很重视一块区域，所以他们做很多科研。结果真的在4年前就发现说，哎呀，这海底有稀土哎，不过平均深度是多少？6000公尺。6000公尺是什么概念？大家知道吗？大家知道铁达尼号沉在多深的海底？2000公尺。是，它是3倍。你3倍，你有没有这个技术跟能力？我现在讲一句实在话，除非国家支持，也就是说，不是叫一个科研机构去动手挖，它其实用了3个礼拜的时间试挖看看，在2470公尺的地方，他们挖到了一些样本，去这个比对之后，发现这些稀土有地、如、山等等这些稀土的基本元素，觉得这非常有开采价值。然后它的那个钻头哈，那高差不多70公尺。然后呢，他们就说，那个巨型钻井水管啊有60条，他们说这些装备去挖的话应该够了。可是我可以告诉各位，这远远不够。为什么？这就有点像什么？就像有点像你在月球采矿一样，那是多么的艰难呢？我来讲一下海水采矿有多难。我讲一个趣事给大家听。2018年的时候，我们现在的外交部长林佳龙，以前是我们的台中市长，他跟德国非常有名的一个公司叫霍夫曼探勘公司说，要在台中市的外海，他要开采这个每年可以开采出多少吨的那个镁或锂，你知道？结果发现是骗局一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霍夫曼来跟他张灯结彩来握手，然后盖章，然后签那个合作备忘录，结果我们国内的媒体一查，霍夫曼在那个德国是巴伐利亚乡下的一个民宅里面的一人公司，就一个人而已。我们，然后他说他要在台湾投资1100亿，结果马上打电话回去，人都跑了不见了。他到底拿了什么好处，我们不知道。所以我讲这个小故事的原因是告诉各位，外国也会来骗子的。所以日本说他们要开采这个小笠原群岛里面的稀土矿产，我觉得根本就是不可行。我怀疑啊，当然日本是一个成熟的社会，但他们怎么会异想天开到，就算你提炼出这样子的稀土元素，你还不是要送回中国去提炼？因为你没有精炼技术。日本现在正在就是说想尽办法从澳洲、从美国进口稀土，然后也提升自己的精炼技术，但是那要好多年嘛，就跟氢能源一样，那不是2天做得到的事情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听起来都觉得像天方夜谭一般哈。我认为还是回到现实面里面来。地球号你挖不到的，就算你挖到了，你会发现很难提炼。当你在就是说中途发现自己做不到的时候，你就会把这个计划整个给抛弃了。这只是给国内的一些民众或者产业增加一点信心而已，对于实质的这个稀土产业是一点帮助都没有的。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现在我
我们要来特别关心到卖出美国这个字体，现在在全球席卷，到底怎么回事呢？因为呢，我们来看到最新的消息是，联准会主席他证实了，他收到了大陪审团的传票，这个是来自于刑事起诉的威胁，就是川普恐怕已经对他寄出了刑事上面的威胁，而鲍尔因此呢，他在这个时候就痛批这个是政治上面的施压，将会动摇到联准会的独立性。也代表呢，美国的货币政策正在被政治权力给正式的接管。这个消息一出，全球的金融市场怎么做反应？我们来赶快看到卖出美国。我们刚刚说了，其实这样的气氛这几天不断的蔓延。首先，我们看到包括了美元跟美债都被抛售，美股呢早盘除了跌之外，美元现在也跌幅达到了3周来最大的跌幅。美债被抛售，而黄金则是价格创下4600美元的新高。全球资金开始做重新针对于美国的评估，也就是说，美国值得信赖吗？成为大家现在在思考的议题了。还包括了另外是前3位的联准会主席，包括了伯南奇跟耶伦等人也出面力挺鲍尔到底。针对于鲍尔的刑事调查，他们是认为是史无前例的透过检察手段削弱了联准会的独立性。针对这样子一个卖出美国的氛围，是否整体削弱了美国金融霸权？司法难道沦为政治工具了吗？大使怎么看？那一定是削弱美国的政治霸权，削弱美国的司法这个整个的政府体系的可信度嘛。可是做这件事对川普有利啊，川普对那个鲍尔已经怎么讲呢？已经深恶痛绝到什么程度了？每次叫你这个升息，你都给我这样拖，害我的这个经济状况不能够照川普所说的那么好，就是因为他认为最大让他这个看不到好的成绩单的，就是鲍尔不配合，对，而且呢，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川普去这个美联储去视察的时候曾经拿了一份资料交给鲍尔说。你们这个美联储大楼的这个整修工程这个一开始到后来追加预算追加的这个有一点问题，你这里面是有问题的。那然后拿了一堆资料交给鲍尔，当面而且当着众人这样讲，那已经就是在警告鲍威尔啦，就是说你再不跟我配合的话，我就要拿你这个案子做文章了。那鲍威尔一头雾水他也搞不太清楚他只知道就是说，哎呀，他们要这个把这个联邦储备银行的大楼重新老旧大楼整修一下，只是追加了几次预算，没想到川普找了一大堆东西，因为司法部调查局都在川普的手底下嘛，对，所以呢，这个鲍威尔现在我觉得他就是说触了川普的逆鳞嘛，结果呢，这个就开始对他进行刑事的追查，我跟你讲，美国的司法基本上不要以为真的是那么客观公理客观独立。川普自己就说啦，当时这个拜登他们就是用司法来整他多少个案子缠在那个地方，对不对？就是说用这种司法来把他的名誉把他水混，然后让他去花钱，因为他打官司他不要钱嘛，很贵的。然后呢，用拖累他，给他示威。对，那所以这就变成就是说，现在川普做事是常常讲不是没有原则，他没有下限，他没有下限，什么手段都使出来。那这个对于美国的这个国家体制来讲的话，那现在美国国家体制其实建立了一个概念叫制衡，没有人拥有绝对的权利，靠制衡来维持这个制度的公正性，跟他的怎么样专业性。那你现在川普的意思是要把所有权利都推到他手里面，那你所有的经济的政策就要服务川普个人的政治目的，那就是什么短线、冒险，然后呢违反经济规律也在所不惜。那美国的政治经济谁敢还对他有信心？你手上拿美国债券的话，你就想卖掉了。对。
好，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整体的金融市场也弥漫着很不安的气氛哦，卖出美国，这是在金融市场的部分。其实呢，我们来看到美国它的民生市场也非常的低迷，现在呢延烧的事情就是低招聘这样子的一个就业市场的结构。尤其我们看到几个比较重要的数据哦，关税政策下供应链的裁员比例已经倍增，从16%到32%了。那去年12月失业时间的中位数是11周左右，创下2021年以来的最高数字。中产阶级过去大概有60%的人口，现在竟然降低到只剩50%了。中产阶级难道逐渐消失当中吗？就业市场如此的低迷，是不是这些底层的人也会被忽视呢？看给我们1分半就好。因为中产阶级其实美国社会的其实它最主要的中坚力量，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美国现在失业超过27周的长期失业者已经占到所有失业者的1/4的26%了，这个数目还在继续扩大当中。我们举2个例子，一个就是那个33岁的一个琼斯他年薪9万，他每个月要付$2400的房贷，他年薪9万，大概一个月的话，大概就不到1万美金，然后他其中1/3他就要缴房贷，于是他就等于接近要破产了。他投了1000个履历，结果都没有人录取他。他现在只能靠什么吃老本？好，那这是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再看一个，他不是中产了，他算是高薪的，年薪25万美金，相当于台币800万。结果呢，他也投了800个履历，结果他终于到了什么？终于到去帮 Uber 送外送这样子。那你就晓得说，他原来是一个什么？他原来是药厂的业务主管，他后来他必须要做零售业跟那个外送业，他才能够维持他基本的生计。而且他的小孩本来是念贵族学校，现在改叫他们念社会大学，为什么？他供不起。那这个现象不是发生在加州比佛利，而是你会在美国的主要的阶层里面，你都看得到这种倾向。也就是说，他们发现那现在这个环境是低招聘、低解雇。就什么很少在招人啊，但也很少在裁人，就不会动。这样不会动的话，它经济指标就永远上不去。这就是美国现在的实际上社会所面临的问题，跟川普说的黄金时代完全是2回事，而且完全背其道而行。这种情况还要继续再多久下去呢？其实老实讲一句，美国人民也是都在忍耐了。好，所以如果美国人民苦哈哈，眼看其中选举就要到了，所以现在川普其实不只是干预在司法针对联准会之外，还干预到金融市场。我们看到他2个政策，第一个就是强行的封顶信用卡的利率，控制在最多10%，这是针对民生的这个信用卡的利率。第二个，他要控制这个房贷利率，不要让它太高，所以他就让这个房利美跟房地美2家公司砸$2000亿买这个抵押贷款的债券，企图压低房贷利率，但是银行也讲了，你这样只会导致信用紧缩，这样民众未来只能跟高利贷来借钱。像这个怎么看？到底川普在不在意这些事情？是有，他还是做了一些制度。但你说他是为了百姓吗？还是为了说这个选票？其实不见得，他只为了他自己。那百姓他没有在意，那么有钱他不在意一般民众的啦。选票其实也是，他基本上没有下一任了。所以看到现在川普做了很多的极端委内瑞拉也好，伊朗也好，包括对美国国内也好 ，IC 这些当中查缉非法移民，他都是一个就是要在任期内非要达到他自己目的的。他因为是商人，所以他这个执行度跟一般的政治人物也是不太一样的。只不过对于整个美国的金融制度伤害到什么地步？要知道，其实包括联准会 FED 跟财政部之间的关系，这是美国非常精妙，犹太人为美国这个政府设计的，所以才能够这么强大。在欧洲都没有这么样的精妙。但是呢，要知道，其实，在金融市场是这样子，美国很强，川普很强，美国财政部，各位各国都有财政部，都有央行，但是最上面的金融资本国际，那才是一团天空的云呐。川普想要自己吃下来。这个金融资本听他的不可能的啦，他会遇到很多的部分的挫折，而且主要是金融市场环境最重要是信任跟信赖。